冬天的一个晚上，半夜里朱郎中睡得正香呢，忽然觉得身上一热，被窝里钻进来一个人。朱郎中顿时就被惊醒了，颤抖着问道：谁？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没等他把话说完，嘴巴便被一只柔软的手给捂住了。嘘，别出声，爹，是我。听完来人这句话之后，朱郎中从浑身颤抖变成了全身僵硬，黑暗中他的眼睛瞪得溜圆。菊花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菊花是朱郎中的儿媳妇。2年前，朱郎中上山采药回来的时候，发现路边躺着一个浑身脏得不成样子的小叫花子。上前一看，这小叫花子奄奄一息，都快饿死了。朱郎中赶紧取出水壶给小花子喂水。喝完水，小花子有了点力气，这才开口说话。原来小叫花子竟然是个姑娘。姑娘说她叫菊花，无父无母，是个孤儿，从外地逃难来到此地，3天没讨到饭吃了。本想进山挖点野菜，没成想刚到山脚下就给饿昏了。朱郎中见菊花长得挺俊俏，年龄也跟自己的傻儿子朱二狗相仿，他就有心想让菊花嫁给朱二狗当媳妇。朱二狗一出生，他娘就因为难产大出血死了。10岁的时候，朱郎中便开始教他学医。到了15岁，朱二狗就能够独立给病人开方子了。可忽然有一天，朱二狗无缘无故的就傻了，除了知道吃饭睡觉，其他的一概不管。有时候连他爹都不认识了。熬了药他也不喝，朱郎中就给他扎针，可一举针，二狗就跑。朱家是祖传的中医，尤其是有一手能够包治牛皮癣和白癜风的秘诀，不能失传呀。唯一的儿子傻了，眼瞅着祖传的治病秘方就要失传，朱郎中整天是愁眉不展。如今半路救下了这个叫花子姑娘菊花，跟菊花一商量，他羞答答的真就答应了这门亲事。选了个好日子，请乡亲们吃了酒席，朱二狗跟菊花就入了洞房。可没想到二狗是真傻，无论菊花怎么想办法，朱二狗始终是不钻他的被窝。这事儿菊花也没法跟任何人说。眨眼之间，结婚1年多了，菊花的肚子依然是平平的。朱郎中表面上没说什么，可心里早就急得开了锅。菊花几次向朱郎中打听秘方的事，朱郎中就说：菊花呀，咱家祖上有训，秘方传媳不传女，不过也是有条件的，那就是这儿媳妇必须得先生下儿子。可朱郎中哪里知道，这儿媳妇菊花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简单。县城有一家很大的医馆，是一个姓苟的医生开的。这苟医生早就觊觎朱郎中的祖传秘方，惦记好多年了，用了很多手段也没搞到手。后来他就想出了一个坏主意，从烟花柳巷买来了青楼女子菊花，让她用苦肉计接近朱郎中，成功嫁到了朱家当儿媳妇。可现在菊花生不出儿子，就得不到秘方，于是在苟医生的指示之下，菊花便偷偷钻进了朱郎中的房里。现在屋内漆黑一片，菊花用手捂着朱郎中的嘴，然后就说：爹，二狗他不行，现在要想给咱们朱家留后，只能是爹您亲自出马了。虽然这不是个好主意，可也是没办法的办法，是唯一的出路呀，爹。哎，再聪明的人呢，也有可能一时犯糊涂，尤其是当这个人有所求而求不得的时候，最容易做出错事。朱郎中就是这样，为了能够对得起祖宗，把他们家这祖传秘方传下去，他可就同意了菊花的办法。
果然有效，不到2个月，菊花有喜了。10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，取名叫朱山牛。外人都知道朱郎中当了爷爷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，这朱山牛实际就是朱二狗的亲弟弟呀。朱郎中说话算话，将医术一点点的传给了儿媳妇菊花。到了朱山牛5岁的时候，菊花终于是得到了治疗牛皮癣和白癜风的秘方。但他此时的想法已经变了，他觉得朱郎中和朱二狗这父子俩都是善良的好人，他不想出卖他们。于是面对狗医生一次次的催促，菊花就总是说还没有得到秘方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有一天朱郎中被请去给新任知县看病，3副药下去，知县的病就痊愈了。县太爷高兴，专门在家设宴款待朱郎中。朱郎中也是高兴，就多喝了几杯。酒后嘴没把好门，当着知县和陪酒的乡绅们的面，哭着就说：“大人，我不是个人呀，我那孙子哪是什么孙子呀，那就是我儿子。”这下可好，全县的人都知道了这个丑事。朱郎中觉得没脸再活着了，于是他用了一根麻绳，就吊死在了歪脖树上。菊花在村子里也待不下去了，他便想把秘方卖给狗医生，然后带着钱和儿子远走他乡。可没想到这狗医生真不是个人，在得到秘方之后，一把就将那菊花推到了井里，给淹死了。狗医生在他的医馆门口挂出了招牌：祖传秘方，专治各种皮肤顽疾。可惜的是，前来找他看病的人很多，一个也没给人家治好。没多久，这狗医生医馆的生意是一落千丈，就连以前找他看其他病的患者也不来了。狗医生心想：好你个朱郎中，你好滑头呀，竟然传的是假秘方。书中暗表，其实秘方是真的，治不好病的原因是这狗医生心术不正，医术太差，不懂得辨证施治，根据每位患者的情况加减药量。狗医生气急败坏之下，就找到朱郎中的家里，用刀逼着朱二狗说：“朱二狗，你爹是个老滑头，给菊花的秘方是假的，真秘方一定在你的手里，快老老实实给我交出来，否则我要了你的小命。”就听朱二狗哈哈一阵大笑，然后说：“秘方就在我的心里，你来呀，开膛破肚来取呀！”哈哈哈哈哈！狗医生可能是真的急昏了头了，只见他呲牙咧嘴，瞪着一双母狗眼，举刀便刺。朱二狗早有防备，看尖刀刺向自己的前胸，他略一侧身，躲过凶器，顺势一把夺过刀来，一刀就刺进了狗医生的脖子。血光四溅，狗医生应声倒地，气绝身亡。县太爷知道朱二狗是个傻子，况且他这属于正当防卫，就判了个无罪释放。别看朱二狗人傻，但是他却独立将弟弟朱山牛养大成人，而且这朱山牛还学会了看病，20岁便成为远近闻名的神医。有一天，朱山牛采药归来，发现哥哥不见了，只留下一封书信，说是让他一定要好好行医，造福百姓，然后便再也没有回过家。有人传说朱二狗根本就不傻，医术比他爹还要强很多，他只是早就看透了人世险恶，故意装傻。如今有弟弟朱山牛继承祖业，他便出家当了道士，隐遁山林修仙去了。